好，带你来看到的是在泰国，今天他们迎来了一位新的总理，而且呢，大美女来着。来看到这一位呢是贝东丹，37岁的她。你可能之前不太认识她，但她爸爸你一定认识，他是塔信塔克辛。那他现在呢正式批准成了最年轻的总理，也开心跟他爸爸呢这一报感恩之报啦。目前呢，他就是获得了在国会里面的支持，那他也特别感谢泰王跟人民代表的支持。而现在呢，他跟他爸爸一起进入会场之后，塔克辛呢也获得了王室的赦免，假释提前2个星期结束，在今天正式生效。大家就要问了，那等于是塔克辛家族卷土重来，说是卷土重来，因为他们家太多个总理了。他的姑姑呢，过往就是泰国总理英拉，那基本上呢，他就说了，现在英拉就像贝东丹就像是英拉第2.0。那过往呢，其实在塔克辛当总理的时候，这个贝东丹呢就常常被带在身边，所以其实很多泰国人对他来说并不是太陌生，甚至呢那个时候就已经讲说要把他当成接班人来培养。而当年呢，他的老朋友赛塔去选总理的时候呢，贝东丹是先管党。那现在赛塔下台之后，他就顺利上位。好，甚至呢，当时有这么一张照片，这非常在国际媒体呢也都非常的知名哦。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赛塔他其实还是泰国的总理，但是呢，他遇上了贝东丹的时候，他是直接握手，然后2只手这样跟他鞠躬。大家就讲说，你身为一位总理，你这样子跟一个比你小，然后又不是总理的人，这样跟他鞠躬合适吗？恰当吗？其实某些层面上面也看得出来，泰国现在他们的一些政治角力。只是呢，塔克辛家族如果卷土重来再回来的话，那是不是中泰之间的关系会再更近？原因是因为呢，2005年当时塔克辛呢，他就曾经在温家宝的陪同之下，带着他的女儿，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总理贝东丹回去寻根，甚至呢，他的姑姑当年其实也就直接加入了抖音，1天的时间吸粉40万，很厉害。来看看画面。你好，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ขออนุญาตย้ายแอคเคาท์抖音แอคเคาท์เก่ามาอยู่ที่แอคเคาท์ใหม่นี้อย่าง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นะคะยังไงก็รบกวนแฟนๆช่วยติดตามข่าวสารแล้วก็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ดิฉันด้วยนะ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谢谢好，其实如果对泰国政治有所研究或者是理解的话，会知道他们家在泰国也是一个蛮大的这个财阀家族啦。那他们一直以来呢，在政治上面都占有一席之地。当年呢，这个英拉他其实离开位置之后，其实也曾经有遭遇到一些政治斗争。那刚开始离开的时候呢，他曾经还在中国这边有再就位，而且呢，他当年刚当上总理的时候，那个过年他就直接带着他的这些政要去到中国驻泰国的领事馆看春晚，说呢，他也身为华人，他要跟节日来送出祝福。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第一次的出访非东协以外的国家，第一站他就选在中国，甚至呢，中泰高铁的合作项目呢，这个也是在他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呢，他当时也曾经在泰国洪水泛滥的时候，为受灾的人呢来捐钱捐物，然后求助中国政府，彼此之间从企业的合作、基建的合作、民族上面，或者是在重要事项上面，在天灾上面的合作，你都可以看得到双方互动是非常友好的。现在呢，他们的家族又再一次的回来了，而湄南合作的这个外长会议呢，也再一次的召开。刚刚好，王毅在16号的时候呢，就在这一边开会。那他同时呢，也表示说，双方希望可以继续来落实太空合作计划，而目前总贸易的总额已经突破了2000亿美元，所以中方这边希望的是加快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毕竟对于中方来说，它不是只是跟泰国有关而已，它是一路连下来的。好，除了湄南快线之外，旁边还有什么？还有中越的边境铁路，然后呢，可以直接来到陆海贸易的一个新通道，这个叫做辽国，然后泰国这样一路下去。那对于中方就是一个大战略的思考了，不是只有泰国，越南现在也在改朝换代。好，刚刚上来的这一位呢，叫做苏林，说一上任之后，马上到中国来访问。竹子外交的下一个篇章到底会是什么？因为呢，虽然他一上任就赶紧来中方访问，但他的态度、未来的举措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做的跟说的会一一的
被拿来检视。回过头去想要请教一下谢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好，对于泰国来说，37岁最年轻的女总理啊，很多人都看到之后说，哇，这真的是家族政治的力量。对，他这么年轻能当总理，完全是家族的力量。对，他家族事实上是从他父亲那一代开始啊，进入政界，然后很快的就成为这个2次大战以后吧，大概这个最有实力的泰国总理。泰国总理常常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政变就军方出来啊，后来文人上来啊，也没有办法做多久，换得很快啊。对。那 Thaksin 不同 ，Thaksin 他当总理的时候呢，其实他那时候也是个政治素人，可那全泰国都认识他。他是泰国首富。对。他是那个时候是个所谓的这个无线手机啊，就是说手机的时代他是最大的手机的通路商。是的。那个时候他还有天上还有人造卫星，他都可以控制啊，所以他是以首富之姿进入政坛，所以很多事情他都可以摆得平。那我常说这个民主政治有的时候就是跟钞票很有关系，很多事情就是说你能不能这个有工具有这个手段能够把你的这个敌人化为友人这个东西你有时候光靠说服是不够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台湾的政党都这么快的对吧，向前看，碰到钱的时候都把钱放在前面，因为这个政治体制就这样。那这个 Thaksin 本人的政治手腕跟他亲民的这个好风格也确实让泰国的这个基层社会对他非常非常的接纳。那所以他就变成事实上他当时他的这种改革方案会变成就是说对泰国的整体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当时下台的时候，事实上泰国发生极大的政治危机就是因为泰国从来没有一个从草根出来有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总理能够左右泰国未来的发展跟政局。那后来他因为他这个威胁到既得利益的势力以后那他也就下野了。不过他基本上他虽然这个到国外去那他一直没有脱离这个对泰国政治的影响。所以他首先透过他的妹妹，他的妹妹事实上英拉事实上比这个 Thaksin 更有群众魅力。对，所以泰国老百姓蛮喜欢他妹妹的，就跟比喜欢他哥哥英拉的哥哥还更强。所以一个这样背景的这个政治家族第一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第二个又有很亲民的作风，而且他们的这个家族推出来的这些政治领导人物又深得民众的喜爱。所以这个是这个家族能够在泰国政治上长期扮演这个重要角色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啦。那你说泰国跟中国的关系，泰国是东南亚国家里面，他们首先说我们的祖先就是从中国来的，因为有人说壮族就是跟泰国人很近的。那事实上的话，那今天在泰国的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那边还有傣族，就是跟泰族一样的。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泰国人他们讲中国人怎么讲呢？他说中国人是我们的亲戚。这在中南半岛里面很多国家不是这样看的。你像柬埔寨先跟中国这么近，柬埔寨的民族，它的民族血缘系统跟中国比较没有关系。那所以泰国历来跟中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尤其他这个拉玛王朝第一世皇基本上是潮州人，叫郑华。他当时帮助这个被缅甸灭掉的这个泰国复国，所以现在拉玛王朝也跟中国关系是极为密切的。那里面现在说泰国7000万人民里面有1000万是华人，所以我觉得泰国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了。那尤其近几年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给泰国也带来了机会。所以过去你刚刚讲这个泰国的首相第一上任以后都要先去日本，因为日本对泰国的经济的影响力大。你去看这个不管是 Honda、Toyota 这些你上大的汽车厂，它主要东南亚生产基地都放在泰国。是。然后你看到泰国的百货业很多都是日本的。所以整个来讲的话，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大陆已经逐渐的取代了日本。那再加上传统血缘的关系，所以泰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只会更密切。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这个透过 RCEP 这个经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优惠的自由贸易协定，事实上也给了泰国还有东南亚国家很多市场，中国大陆市场上发展的优惠待遇这个也是日本、美国、欧洲国家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对于这个我们从长远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大陆在把整个东南亚恢复过去的那个一个极大的影响力、历史影响力这个只是时间问题。而且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是不要说日本啦，就连欧美国家想要在中南半岛的国家跟中国大陆竞争的话，觉得基本上都会觉得力不从心啊。其实呢，在现在整个东协甚至我们必须说，在整个南海附近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来说，大中老师这算是一个比较战略性的思考了。因为泰国即便说他现在换了一个新的总理，但是目标还明确的，因为 Thaksin 家族就是真的跟中方是比较好的嘛。但问题是，其实呢，在整个东南半岛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它不是只有跟泰国啊，它有跟湄南河国家的这些贸易总额，它一直的常年的在增加。它要做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像是海上丝路思考的一个大战略了。对，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跟这个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都非常绵密不管是这几年来美中战略竞争已经很激烈、很白热化美国也在多加拉拢或是从奥巴马执政到现在10几年，美国在做的就是想办法这个直起脊椎想办法能够在政治以外啦，在安全之外，在经贸上、在投资上、在其他领域里面跟这些国家，包括泰国在内，更加的这个拉得更紧。那比如说越南是最好的例子越南的新任领导者苏林是要在18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因为苏林是在8月3号这个确令这个接任他领导人的身份。那中国大陆外交部在8月15号正式这个出访所以可以看出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有非常绵密的一个中国大陆跟越南之间的一个沟通最后做正式的邀请。那越南基本上外交以这几年来讲也是比较重平衡，也非常的弹性。但这次的出访代表说，苏林他刚当上总书记跟国家主席之后，第一个出访国家还是具有重大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象征意义。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是非常重视跟越南的关系有阮富仲他的这个丧礼7月份的时候也看得很清楚当时是习近平亲自到这个越南驻这个中国大陆的大使馆然后呢也派遣了这个国内排行第4的正国级领导者这个出席所谓的这个吊唁的这个场合过去大概就是副国级国家副总理、副总这个或是副总理副主席。那我觉得代表说他非常看重跟越南关系。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去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习近平不是还特别出访越南吗？也是一个重要的国事访问，而且当时是深化这个中越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当时用的一个字眼叫做中越命运共同体。因为我们知道说，过去越南对于虽然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差，但是对命运共同体这个字眼是比较保留的因为它可能代表说我跟你在所有的议题上没有歧见，对是都在挂钩在一起，立场非常一致，但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这也代表说越南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说，阮富仲下来之后的苏林，我觉得他的外交基本上也不会跟美国走太远因为他也有可能苏林也有可能9月份也一样利用去联合国大会开议出席联大总辩论，也可能去美国进行访问，也可能会进拜登。所以平衡战略应该是未来越南的一个方向。意思是说，他不见得会像现在的菲律宾很多议题跟中国大陆唱反调，尤其南海，但他会保持一个比较对自己恰到好处的策略，但尤其在经贸投资上会跟中国大陆走得很近，包括高铁的合作。珠子外交继续的在左右当中摇摆，但是不会断。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其实这个贝东丹是他们家族里头第4位总理。其实这表示他们家族在泰国的势力当然是非常雄厚。那他们的家族其实向来是比较亲中的，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是非常欢迎的一个现象。那实际上泰国这几年跟中国大陆的合作越来越加强，他们基本上在7月的时候大概已经拍板，终于决定已经延宕了10多年要跟中国大陆采购潜舰的案子，大概应该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潜舰案其实是不可小觑，因为它不是单纯买潜舰而已，
他还授权中国大陆在这个索讨邑这个地方帮他新建一个潜舰基地，因为上一次泰国有潜舰已经是1950年代的事，所以他们对潜舰方面的整个作业是非常陌生的，所以他必须要中国大陆帮他建一个潜舰基地，然后帮他做一些相关的维护保养。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大陆不是只卖潜舰出去而已，实际上是他等于在泰国又获得了一个潜舰维护基地。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个坏消息，因为泰国跟中国大陆走得越近，那对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就越糟糕越不利。那实际上美国的印太战略现在看起来几乎等于是破产，因为印太战略中的印度基本上对这个计划就意兴阑珊，他也不是非常配合美国的行动。虽然他是对中国大陆采取敌视的态度，可是他在走他自己的路，他不见得完全配合美国。那东南亚这些国家看起来一个一个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都比跟美国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对美国当然非常不利。我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恐怕已经要胎死腹中了，因为至少在东南亚这一块，它完全没有办法发展。那对越南这边也是一样，越南前一阵子才好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好像有点出现状况，因为在海权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可是呢，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是积极想要修复它跟越南之间的关系。那越南看起来，你看他上任立刻就去访问中国大陆，表示他也不想跟中国大陆闹翻，他也想跟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的稳固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越南现在正在经济发展期，它的很多经济发展如果欠缺中国大陆，包括电力，它的电力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支持的话，它的经济根本就不用想要发展。所以我觉得东南亚这些国家，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不管是在基建也好，其他相关的经贸联系也好，都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他们要跟中国大陆切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整个战略，恐怕要开始重新思考。好，东南亚这边开始有很多的变动，那等等回来则是要来看到的是在欧洲这边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变局，等等带你来看。要带你看到的是在法国现在发生了3天里头3起空安意外，3架飞机掉下来，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法国他们在做航展，那在表演的时候呢，直接看画面，这架飞机呢竟然就直接俯冲，但是呢就下一秒进到了海里头。那当然因为这在航展上面，大家都会想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2天前呢，2架战风飙风战机呢才直接在空中相撞，造成2位飞行员的事故。3天内3架军机出事，欧洲现在呢是不是要好好的注意一下他们的军事力量？好，原因是因为呢，其实现在还有场战争持续在打，俄乌战争目前打到哪里？库尔斯克战斗持续当中。今年的5月28号，马克宏拜会肖兹的时候就已经有讲了，说有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境内目标进行源头打击，才能够帮助他们保卫国土。那个时候肖兹是说好啊，可是现在呢，如果真的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他们打算要对乌克兰的军援提出了削减，原因就是俄罗斯不欢喜呀啦。因为你看看，来到库尔斯克这一边呢，有意大利的记者进去采访。俄罗斯这里的外交部马上就讲，这个叫做非法越境，甚至呢召见了意大利驻莫斯科的大使，强烈抗议。然后之后呢，这个意大利记者直接的要返国。目前在俄乌前线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俄军呢不是说把乌东这边的人统统叫回来了，要力抗这一波的吗？那目前传出库斯克村3个村镇附近呢是已经有把乌军给击退了，可是因为这个占领呢已经12天了，现在整个战事就像是停在那里一样。那乌克兰这边呢有24名士兵传出说已经呢是跟俄军这里来投降。那泽伦斯基的讲法是说，他们其实都还 hold 在前线上头，希望呢能够控制局面。这一切的一切其实为的就是和谈，因为呢泽伦斯基讲得很清楚，我并没有想要待在这边，我也没有想要你的领土，我就是希望来增加自己的一些谈判的筹码。这场战争看起来目前已经快要往那个方向去前进了，只是俄罗斯现在不愿意谈。那另一场战争呢，加萨走廊这边，拜登则是直接说快谈好了，快谈好了。但真的吗？因为哈马斯直接打脸他说
幻想啊，老先生。16号呢，这个谈判告一个段落，拜登讲说呢，已经快要接近达成协议，但哈马斯直接打脸他的说法，说这是你的强制命令，不是真正的谈判。好，甚至呢，在以色列这一边，他们呢开始继续的在空袭加萨走廊，但他的讲法是什么？他的讲法是那个是恐怖分子的设施，因为呢，他们打中了其中一家人，18口丧命。那当时呢，他其实呢也是在跟以军协调啊，然后在做生意的。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确实嘛，就是会造成民间的人会觉得说啊，你谁都打啊，你都子弹不长眼，你跟你原本说的都不一样，你打的真的是恐怖分子的设施吗？伊朗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手？目前他们的总统的讲法是说呢，美国是伊朗当前面临最大的威胁。那么如果说美国持续对伊朗来实施制裁的话，他们就会团结一致。那之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合理化的。目前双方破例安装了热线，因为彼此之间要能够直接的沟通嘛。伊朗政府呢在16号的时候有回应说呢，他们已经得到了哈米尼的批准，接受了这一项提案，电话拿起来是能够打了，但是打到底有没有通？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讲了之后对方有没有回应，彼此是不是真的接上线了？林肯号呢持续在准备，已经过马六甲海峡了。现在传出呢是说乔治亚号不确定是不是已经在苏伊士运河这里，双方多方的兵力持续来驰援，就是怕中东这里的战事会升级。只是线下看起来，伊朗打或不打，好像还是个未知数，到底是心理战还是其实故弄玄虚？请教一下介大使，我们先从法国这一边来看好了，因为法国军机真的有点惨，3天之内3架出事。这次在这个航空展里面会实施就破除一些想法，就是说前14号这个坠机的2个飞机是外国飞行员在试飞的，因为标风是一个外销型的战斗机啦。那很多国家都跟他买战斗机，对。那买战斗机的时候，你就要把你飞行员送到那边去受训有人在猜是不是印度飞行员飞的，那当然都无从证实。法国方面给予的消息都蛮少的，这些军事的这些意外的话，各国都是比较保密的所以这一次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你说如果说要猜是外国飞行员。导致的这次失事的话，可能性就不高了。那是不是这个飞机本身有问题呢？我觉得它如果再继续摔下去的话，它的下场就会跟那个波音公司一样了。大家对这种飞机就没有信心了。是。那而且你也要交代清楚，你如果都不能够交代清楚的话，这还不是在战时在平时练习，连表演都会摔的话，而且这个摔法看起来蛮奇怪的。应该不是这个飞行员的什么操纵的措施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飞机的状况有问题所以这个对法国来讲，我觉得是他们这个军火工业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危机吧。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外销的强项能够为什么一直发生意外坠机事件的话，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法，要不然一定会造成他的买家的怀疑，甚至会让它的销售的减少了。那不管今天乌克兰怎么样，还是这个以色列怎么样，你看美国都扮演关键性角色，所以这个它可以控制这场战争，也可以发动这场战争。俄罗斯一开始就讲说，这个乌克兰军队进入这个俄罗斯的境内，就是美国跟北约的整个的战略之一啦。那不过现在这个10几天下来的话，事实上刚开始进展很快，你看的是很快，可是它的纵深并没有拉得那么快，因为它那个我们看地图上，事实上它那个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并不是直线的一根针一个箭这样插入到俄罗斯的境内，而是它沿着边界线，它是比较平的，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呢，你说已经造成有些媒体说已经对这个威胁莫斯科觉得都还是有点夸张了。那现在这个连这个州的首府，事实上还有100公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战局，然后再像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打法基本上现在好像
它的进攻的这个趋势也比较晚了。我听一些分析就讲说，是乌克兰这次打法完全是北约的打法，它不是大军队的调度，然后一个主力往前冲，它是小股的力量，然后呢一直在一个不同的面向一直往前推，所以才不会说是一支军队这样子在这个一条线上，它是以奔向莫斯科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打法，那一直就像这样往前推，不是这样打法，而是它沿着边界线的一个线一个面的往前推，而且呢，它的推动的往前的力量，通通都是小股的军力，而不是大股的军力，也就不会造成大规模的让俄罗斯找到一个会战的地点。那所以他才走得这么快，可是现在他就停在那里了。那问题就是说，好像俄罗斯对于这个进入到他境内的乌军，并没有当做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军事状况，因为什么？俄罗斯在东部战线跟乌克兰这个传统的战线上它加强了攻击的力道，而最近有几个重要的重镇都已经面临被攻陷，乌克兰的这个阵地都有面临被攻陷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并没有产生这个所谓造成威力，造成俄军转移兵力的这个行动，所以可能这一场这个孤军深入的这个乌军很可能到最后会面临难以为继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大钟老师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在美伊这一块，我们也很想知道热线的电话是装上去的，这有用没用啊？我一直认为说美伊还是有至少一些私下或间接的沟通管道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一次伊朗的一般视为是比较温和派或是甚至改革派的总统，他的发言的重点是，他认为说美国还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威胁。对，他里面特别提到的是国际制裁。还有美国所发动的制裁，我觉得这是目前伊朗最在乎的一个议题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川普就任之后，第一个是把这个伊朗这个核协议在奥巴马任内视为是他外交上最大的建树之一的，说我不要，因为这可能不利于美国，或是这个是伊朗不是真心诚意，以色列会有重大的危险。但是这就是伊朗所最关心的，因为他被国际孤立制裁，各式各样的，从财政到军火到一般的这种经济上的制裁。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8月15号不是谈了吗？事前就预告，那谈了之后，其实外界并不太知道里面到底谈得如何。对，我们只能从双方各自的喊话里面，拜登说差不多了，再一步就可以达到最后的这个终局方案。但是哈马斯马上跳进来说，就是有点吐槽，说没有啊，这个还早得很。你应该是想办法去约束以色列，让以色列去同意他之前所承诺的东西，所以外界其实不得而知。所以最后我觉得球还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伊朗从现在我们一直在帮他数时间，从731到现在1个礼拜10天、12天、14天，超过2个多礼拜了，到底要不要报复？到目前为止不知道。所以某种程度而言，这也可能是伊朗把它视为是也是一样是一种谈判的筹码。如果他公开讲的地方是说假设要我不攻击，唯一的东西就是在以哈和谈上要能够达到我所达到的。但是既然伊朗总统今天特别提到美国对伊朗制裁，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伊朗所不言而喻的他真正所在意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牵动战争、政治还有各国之间台面台下都有很复杂的一些沟通跟角力。是，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觉得现在这个乌克兰它看起来进攻的动能已经丧失了。你会发觉，其实乌克兰的部队其实并没有一路在往前打，它反而是在它宣称所占领的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里头，不断的散成很多个小队在游走。所以这个他是在干什么？他要延长他在这边能够占据的时间。那问题是他的战略目的没有达到，因为本来他们的战略目的就是希望他攻击库斯克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俄罗斯人会分兵，减轻对乌东这边对乌克兰的压力，然后把军队转移到这个地方来。显然普丁没有做这个调动，他还是持续在乌东进行进攻。所以这就给乌克兰现在出现一个难题，也就是他在库斯克这个地方到底要留多久？
因为它如果持续留下去的话，伤亡一定会越来越大，损失一定越来越重，而且你乌东这边会得不到增援，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状况。好看美国要抗中各种的，包括军事部署，不管在菲律宾或者是这个最新消息传出来，全球首座的无人机空战中心上舰，布希号明年要测试了，所以美国海军所公布的林肯号搭载的模型现在进行初步的测试，明年开始布希号就可能准备要正式在做海上的试验。但为什么这个无人机的概念，本来美国的政策上面是说想要全面禁止中国大陆的大疆无人机啊，结果呢马上就引起了很多的抗议因为民间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不管是山地救援或者是警察局、农户，太多人在使用又便宜又好用、性能又好的无人机，跟美国比起来差很多，所以有办法全面的把中国制的无人机赶出美国市场吗？看起来在抗议声中很难。而川普呢，在最近的选战里头看起来蛮焦虑的动不动在大选的公开场合里面是用人身攻击一样，跟他过去攻击拜登的概念一样，在攻击他的对手贺锦丽。那抗中抗了半天，问题是川普娃娃也被爆料发现，哇，也是 Made in China， 全部从中国来进口，那尴尬了，还要抗中吗？还有一个拜登现在现任在任内跟日本跟韩国又再度举行了一次会议，而且是在纪念大卫营峰会周年的场合。这3位美日韩的领袖再度同框，像过去的画面一样。那同时联合声明代表的这个是从8月18号当选之后，3位拜登岸田文雄跟尹锡悦的影响力，携手对抗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他们告诉大家，声明里面有一句，这个是历史性的见证的一刻，但的确也真的成为历史了啦，因为拜登跟岸田文雄都将成为历史。这种最新的民调里面，尹锡悦的民调是62.2%的不满意度，韩国还撑不撑得住还不知道尹锡悦未来的位置。但自民党现在已经在岸田文雄宣布不连任竞逐之后呢，已经有10个人选之多跳出来说，我准备要来竞争。其中现在媒体里面报道说，呼声最高的是青壮派喊世代交替的小林英之，那么还有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也说，都已经告诉这个岸田文雄我要去选自民党的总裁等等。当然林芳正现在被日本媒体认为是最有可能延续首相路线的最佳人选，不过河野太郎也是当然台湾这里一直传出来像是这个破这个莫木敏松，那对不起石破茂了，抱歉，石破茂到台湾来，哇，被高度的接待。那赖清德总统以这个即将未来首相的这样姿态在接待他，但事实上现在在国内里面认为石破茂能够连任接任的机会非常的低，但是跟中国的关系却停滞北韩的关系也是关系很差，包括了绑架问题都没有办法进一步解决，风险仍然高的情况之下，日美盘点岸田外交留下来的问题更多了，包括对中国的态度，包括了石破茂被视为国安的强硬派，未来可能会更加剧中日间的关系，所以对于中国的态度跟立场，却也是接下来成为自民党这个走向可能性被评估的关键因素。所以日本政府也拟上修老年的定义到75岁才是高龄，退休年龄要延后的时候，当然引起了很多民众的反弹，要让大家工作到死吗？但是因为日本是高龄化社会，的确高龄工作者也越来越高，还有日本7月有通膨破产的企业数年增加到将近2成，史上已经是第3高了。通膨才是民众现在反弹最大、经济上困难的原因。那么各种的尤其是7月通膨的破产的件数已经创了史上第3高的情况之下，经济才是未来日本首相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小舰长先看一下最新在布希号成立的话，建军可能会造成的中美对抗的影响。我们如果说看我手上的这张手板因为没有手板实在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看到这就是布希号，它上面放的这个 MQ-25的这种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呢，其实当初研发出来并不是为了空中加油使用，但是现在说它只为了空中加油使用，而且它的主要的加油对象是这个 E-2D 或者是空中预警机，或者是它加油的对象针对的呢，也就是说还有的各型的战机那他们讲的这么高大上就各种厉害其实呢它没有我们看看它的操控台，它也不过也就是把我们一般的
地面操控台呢缩小一点，然后呢不是有那种固定性的console，而是就是固定性的控制台啊，它直接使用这么多的一个萤幕，然后再直接在航空母舰上架上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地面控制站啊。我们这样子来看啊，好像美军已经直接跨入无人机的这样一个领域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只要有用过美国无人机的都说很烂啊，那也没有什么高大上啊。这件事情不是小舰长说了算了，是谁说的？这个是华尔街日报说的。他说啊，他其实访问了非常多的这一个乌克兰前线的官兵啊。他说其实这个第一个很贵啊，然后第二个经常故障，这个情形到底是为了什么啊？那因为啊，其实美军的这种所有的发展，它其实都是由这一些军火公司负责。军火公司最重要的，它不是来让你好用啊，它是为了赚钱，所以它各种昂贵啊，然后而且呢，它不准你打开。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大疆无人机大家爱啊？因为它其实就是共通平台，大家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内容，然后也就是说可以供给无论是在乌克兰战场，或者是说在其他的领域上，例如说救火啊这个领域，就是观察，其实都可以使用。但是就是美国无人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情形啊，但是其实马上啊076的这一个无人机的航空母舰啊，也即将快要完成了，因为它的船段已经组合完毕了，它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无人机航空母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它带上攻击11，这个真正才是前置攻击的利器。周老师怎么看哦？日本现在首相的选举大战有10个人要竞逐，但会不会影响接下来包括美日韩3国战队的这样联盟关系？好，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到底它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到底哪一些人比较可能。如果你就日本它的这个就是自民党内的派阀的这个力量对比来看，当然目前看起来最高的是这个河野太郎，因为河野太郎他基本上是这个安倍派，安倍派是这个整个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但是他因为他的父亲这个河野洋平又是所谓麻生派的这个前辈，所以说这个他又能够跟麻生有很好的关系，而麻生是自民党内是第2大派系，所以就麻生加上安倍可以让河野太郎能够当选。那第二个可能性，当然人家讲到了茂木，因为茂木敏充他这个茂木派，他本身也有一个派系，大概是第3大的这个派系所以大概现在讲的是他们2位是最有可能。至于今天出来的这个小林英之因为大家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说他有可能会跳出来不过他是属于这个2阶派。2阶派呢，在自民党内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派系，但是它会影响到它会影响到石破茂，因为原来2阶派是支持石破茂的，原来2阶派跟森山派还有一些无党的无派阀的这些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是支持这个石破茂的，所以小林英之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2阶派对于这个石破茂的支持。当然2阶派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派系，因为他的这个派阀的领袖就是这个2阶俊博，其实是自民党内最大的亲中派所以这个看起来年轻的一代好像对中国大陆态度比较强硬，可是他的派系属性呢，却又是比较亲中，这个是另外一个值得观察。至于上川洋子跟林芳正都算是岸田派的，可是呢，林芳正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他跟安倍呢其实是同一个选区的，所以他跟安倍的关系是很不好的。那因此他会不会受到这个安倍派的掣肘？我觉得这个是他要竞选的话会碰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岸田派本身他的这个派阀也是比较小，在自民党内里头算是排是第4。那当然回来讲，就是这个石破茂还是有他的优势，因为石破茂是一个非传统的自民党政治人物，他非常敢于面对面的这个接受挑战，讲话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犀利。因为自民党的政治人物通常都是讲话4平8稳然后比较谨慎然后也
就是永远保留空间。可石破茂不是，他就敢于去挑战别人的这个看法，敢于对这种非常敏感的问题，包括美国的问题，包括这个韩国的问题，这些他都敢于去讲得非常直白。所以他其实跟安倍在之前关系不是那么好也是因为他敢于去挑战安倍。那他们对美国的关系比较特殊，就是说，如果是河野跟茂木，其实他们跟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好。因为茂木呢，他过去就是这个一手促成这个美国跟日本的这个贸易协定，而河野当过外长跟防长，特别是这2人都是在美国的这个名校毕业的，所以他们跟美国有很绵密的关系。反而是这个石破茂呢，他其实是有一点点以美论了。他的以美论就是说，日本当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要上调他的国防支出，但是日本也希望美国对日本有更明确的承诺。他反而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去敢于把这些表象之下的这些对于日本来说，对日本利益来说更关心日本人更需要关心的问题，敢于把它揭发出来。所以相对来说，他如果碰到川普，那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摩擦、火花。对，难免会有一些火花。好，所以我觉得这3个，我觉得反而是对这个美国的态度是比较有趣的。文明姐，刚才这个左老师的分析，当然他非常的深入了不过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是说，日本在这个时候呢要换总理难免呢大家会有想到说，是不是整个世界的这个倾向？那今天刚好你们讲的几个人呢，没有把那个年轻的还没有50岁的小林英之的照片弄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以颜值来说的话呢，他确实有一点优势。好，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呢？因为很简单，除了他的那个派阀政治，刚才派系，为什么刚才周老师讲的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他这个是内阁制的国家，他们是等于是党内自己推派。推派出来，这个有点像英国的那个首相推举，就他们那个谁执政了的，拿到这个国会多数，那他们就是自己推派领袖。那他们的规定是呢，每一个有意思要选总理的人呢，必须要拿到20张推荐的这个票。好，那今天为什么会小林英之突然被讨论？因为听说他20张票，至少看到新闻的报道，他20张票已经稳固了。好，已经有了20张，有了，对，有了。那像那个女的外相上川洋子呢，她也赶快去跟那个女性政治议员联盟就说我们都身为女性，你赶快支持我。好，那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的自民党选举来讲，它当然创纪录的。如果真的出来10个人选呢，这创纪录。可它的好处是说，至少大家对很城府的那个自民党的形象呢，当然有帮助。因为自民党大家不要忘了，为什么这个那个原来的岸田文雄他不要连任？因为他们自己爆发很多丑闻呐，这个里头有政治现金丑闻什么，就是日本人觉得真的受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有年轻的不到50岁的人出来参选或者是女性日本的政治人物呢，在女性这个方面被打压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如果有女性出来挑战这个总理的一途呢，我觉得对日本来讲呢，政治上来讲，大家至少觉得有一种新的刺激力。不过在他这个政治结构里面，当然最后还是讲实力啦，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倒是不错。那我比较想谈的就是说，那个拜登就是他们在那个纪念大卫营峰会周年美日韩发表这个联合声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应该是说，日本的岸田文雄还有韩国的尹锡悦呢，等于最后送拜登的一个临别礼物了因为感觉上呢，谁会再看重你们的这个周年的声明呢？对不对？拜登已经退选了，绝对不会再任美国总统。然后岸田文雄9月就已经不再连任了。然后尹锡悦呢，因为他们韩国的制度呢，他是只能做1任的然后再加上他现在这个不满意度、不支持度已经高到62.2%。所以你要世界很去关注他们发表的这个声明呢，确实很难。
但是我觉得从拜登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有国际的领袖，然后愿意在这个时候呢肯定一下他在任的一些外交作为呢，我觉得也算是在他卸任前给他送一个暖吧。来看看中东局势，不是说加萨走廊，美国说已经和平协议要签了吗？和平在望了吗？结果我们又看到最新消息，以色列又袭击了加萨中部。黎巴嫩这里造成了27人的死亡。我们看到画面可以看到这个轰炸其实是还蛮严峻的，直接用空袭的方式造成了包括婴儿在内有一家18口一家人全部在家里活活被炸死。那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这里的住宅区，造成了10个人的死亡，还包含2名儿童。以色列说法是什么呢？是说目标是真主党的军火库，同时击杀的对象有2名哈马斯的武装分子。不管他击杀谁，总之的确又继续造成了伤亡啊！以色列的空军远程的加油还演习模拟更深入敌方领土，看起来没有要和平、没有要停的意思哦。所以传出跟以军交火的真主党指挥官已经死亡了吗？传出是已遭到以军的击杀，还有黎巴嫩至少10名的叙利亚公民通通都丧命了哦。在这样的发布里头，黎巴嫩真主党也没有要示弱，他发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什么呢？他的武器还有地道。大家知道中东地区这里的地道的这种错综复杂，他直接公布这段影片是要做什么？这也是第一次他这样公开的公布，是在威慑以色列吗？这告诉说真主党现在的影响力，我们的武器没有要输给你的意思，甚至更把地下导弹的仓库用来打击以色列的可能性做个展示吗？告诉大家现在到底要回击还是要和平？因为明明是拜登说的啊，拜登公开的告诉大家说，加萨停火马上就要接近完成咯，快要进行到最后阶段了。因为15、16号的2天的协议提出了条件给哈马斯，哈马斯其实单方面是不愿意接受的，认为不管是以色列去驻军啊，或各种的条件，17号再谈一次，拜登说应该就可以成了，但哈马斯却反驳这是幻想，痛批这不是真正的谈判，而是美国强制命令，逼着他们要签和平协议，让以色列来驻军或者影响当地的生态的平衡吗？那甚至为了避免擦枪走火，我们不是一直在问，那伊朗不是美军的情报分子一直说马上就要打了吗？经过24、48甚至1周，结果现在目前伊朗动静如何？现在美国政府公开的透过瑞士驻伊朗大使提出建议，要设立一条热线电话，随时可以供两方的领袖更进一步的直接沟通。伊朗政府只是回应，在获得最高领袖的哈马尼批准之后，会接受这项提案，表示伊朗这个未爆弹随时要攻击这个风向，暂时可以获得缓解吗？但中东这里已经不停的有美方的军力投入到这里，包括林肯号过了马六甲海峡，预计到接替罗斯福号到当地来做进驻，代表威慑的力量。而另外卡尔文森号也结束了环太平洋演习，要返回圣地亚哥。所以中东这里的和平真的可以期待吗？有没有会再扩大更多的可能性？俄乌战事的部分，我们看到因为泽连斯基下令嘛，往俄罗斯打。那目前进到了俄罗斯境内的这个库斯克州这里加固阵地，很多的像我们昨天的很多名嘴的分析都认为，其中这个阵地的控制其实只会造成更大的后防的空虚，那事实上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甚至会让这群精兵啊反而困在俄罗斯当地。那现在俄罗斯方面宣称呢，乌军的计划是要干嘛？要打核电厂。那这是俄罗斯国防部正式的表示，如果你胆敢攻击的话，将会做出严厉的回应。那乌克兰的情报单位是说，摧毁一家开发核弹药的俄罗斯公司，那也是跟核武器有关，但是只是瘫痪了。有没有打核电厂呢？当然，如果在隔壁邻居，如果打了核电厂，乌克兰也这个讨不到好处，不是吗？但金援乌克兰的第2大户德国，现在产生一个局势的变化，到底打俄罗斯对他们来讲是利还是弊，还是后患无穷，不知道。但德国已经可能在宣布的消息是说，今年一共给了这个乌克兰多少钱呢？我们想象是80亿欧元，台币多少钱？2840亿给乌克兰的这样大笔的金援，明年开始恐怕不会再给这么多了可能会砍半甚至更低。而这个决定据说是总理肖兹跟财政部长之间的协定。乔舰长怎么看？不管到处都是遍地烽火，以巴
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存在吗？当初在乌克兰从苏米这个方向往库斯克州前进的时候，我在新闻大白话第一时间拿出了这张图。这张图到底是什么？这张图就是谈判协议区，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要进入俄罗斯它的领土的真正原因，也就是他想要上桌谈判啊。可是上桌谈判不是你说上桌就上桌的，他要有筹码啊。他现在进入这个库斯克州，也就是他是那个抬高自己的价码，这样子才能开价啊。我们这样子讲啊，说其实这件事情。我当初在新闻大白话讲这有没有被确认？有的，也就是在2天之前，乌克兰总统他的一个顾问啊，称之为波多利亚科，他就说了，证明这件事，也就是说，乌克兰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要上桌谈判啊。其实这也就是谈判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来看啊，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个是卖方的期望值，这是买方的这个离场值，就是低于这个条件，买方就不干了。那如果对于下面呢，卖方来买方来讲呢，这个是买方的离场点，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我出不起这个价格。那如果说最好呢，能在这个价格就低价格来买。那我们来看这个在俄乌战场，甚至我们马上要推进讲的这一个。有关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或者是伊朗之间的谈判，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啊，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它的期望值在哪里？它的期望值也就是维持现在它的占领，也就是无论是克里米亚，无论是顿巴斯地区，它都想要保持这2个地区的缓冲区。缓冲区这个问题也从库斯克州的这一个被乌克兰进犯得到了验证，也就是如果没有缓冲区的存在的话，其实北约随时可以打到莫斯科的这个飞弹哦。那我们来看，但是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他是想什么？他这边他的期望值是，他要恢复克里米亚以及顿巴斯他的固有领土啊，他的固有也不过从1991年开始啊，所以我们来讲说，怎么在这个之间得到一个大家的期望值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以色列我们现在讲到有关于中东的部分以色列为什么要直接的用这个波音707的加油机来对这个4架的 F-35I， 也就是以色列的这个F-35来进行空中加油，但是它旁边这里还有打击鹰F-15，为什么？它也就是要震慑这个伊朗，还有震慑这个有关于巴勒斯坦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还有完整的战力准备对你进行攻击那至于乔治亚的部分呢？乔治亚号它其实只是隐藏了以色列有核武的一个问题而已。为什么？因为美国想要透过乔治亚号进入中东，来告诉大家什么？来告诉大家说，其实它是要避免中东的一场核武竞赛，也就是伊朗开始发展核武。但以巴之间的武力的平衡实在差异太大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和平协议进行中，但不一定如拜登所愿。你看，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的轰炸一点都没有手软。好，这个的确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其实纳坦雅胡政府，纳坦雅胡本人是不希望战争结束的战争对他是有利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这个也是在向这个哈马斯施压了。但当然，最头痛的可能还是拜登，因为拜登现在是对于这个和平协议有停火的协议有非常高的期望那除了就是说跟伊朗之间设立这个热线之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他已经说了就接着的这个礼拜，他们要在这个埃及重启谈判。那当然，他很期望就是说，在这个礼拜呢就能够谈出结果来。
现在这个以色列已经有2个团队，一个团队继续留在多哈，另外一个团队已经到了这个开罗去，就是要为后续的这个谈判来做准备。那同时呢，这个哈马斯呢也放话了，就是说，哎呀，美国还是在支持以色列，还是在这个替以色列增加这个这个协议的这个困难性。然后他也还是说，这个一定要以色列完全从这个加萨撤军。但整体来讲，他也没有要离开谈判。所以现在看起来，谈判有成果的这个谈判有结果的期望，可能性是不小的哦。那特别是现在卡达跟埃及看起来。因为他们说，这个过去这上周五的时候，其实美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把双方的距离都拉近了。这以色列方面也承认了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关键是一个是哈马斯最后能不能接受，以色列会不会破坏，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态度。事实上，伊朗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因为伊朗真的要拿出一个能够让伊朗能够有台阶下，然后又不会让这个战争继续扩大的方案，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当然也希望这个谈判有点成果，然后呢，他也可以就是顺势而为就下来呢，或者是那当然他不可能完全不反击，但是他可能就是只是针对伊朗内部或者在伊拉克、以色列的这些特工组织进行反击。那这个当然是伊朗最希望的一个结果，但是不是真的能够谈成结果，对于美国来说真的是非常着急，因为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不能在开学之前把这个事情有一个结果，万一学生在这个出来抗议，那可能对于拜登对贺锦丽的选情就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世界遍地烽火，中东的地方更是无止无尽，一直在轰炸，跟和平协调仍然迟迟没有办法有进一步的成果。是美国现在啊，当然对于说赶快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要有停火协议呢，美国的感觉，特别是拜登政府是真的有迫切感。好，那它主要两大原因，一个原因是要安抚伊朗啊，因为现在伊朗呢最新说不要发动报复性攻击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和平协议有接下来，那可能就不会发展成一个全面性的中东战争。各位可以想见，如果在距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剩下80几天的时候，整个中东烽火遍野，打成一片，而且美国在这里头又因为支持以色列的角色这么明显，是不是会完全影响到民主党的选情？那说到民主党的选情呢，为何拼命在这1-2天，大家注意哦，真的就是这1-2天，美国不断的释放出来说停火协议就快要这个签订了，就已经很 OK 了。乐观的部分，那个布林肯出访呢，说我带着乐观的心情，我要去签